己要分享的是，神通不是你想的那样。嗯，神通为什么不是你想的那样呢？一般人，大部分的人会想说，神通是什么？用眼睛移动杯子啊，或者瞬间移动啊，或者会飞啊什么的吧。那对神通这2个字的感受是如何呢？会觉得好可怕哦，怎么很不可思议，觉得好像很邪门，感觉很不合理。那不合理的出现是令人恐惧的，会令人恐惧，不是？有些人会觉得神通向往，不一定，不一定。就有些人会觉得有些神通会让人走火入魔，很可怕，追求神通是不好的什么的。哦，对啊，其实大家都误会了神通了。对呀，对啊，误会了哪些呢？好，接下来这支影片我们会讲解得非常清楚。先来问问，有人说佛陀是禁止弟子显化神通的，这是为什么？有人说佛陀说的，佛陀是禁止弟子显化神通的。对啊，你们怎么可以讲神通？怎么可以讲第三眼？禁止显化，禁止有神通其实佛陀没有禁止有神通，因为佛陀也知道说，在修行的过程当中，难免会显发一些神通，尤其是你入定有定境以后，然后就自然会显化一些功能。对啊，佛陀说不能去宣扬这些东西的道理，是因为佛法是一个以明心见性为导向的一个教学的系统。那如果我们太偏向注重神通，或者是让别人看到神通，别人就会很执着那个神通，哇，我也要追求神通，我也要追求神通。对啊，好神奇，那就会偏离了明心见性的这个方向，然后大家就追求神通，而没有人要开悟，这样，那这就不是佛陀的初衷，所以他是禁止去显露神通。因为一显露神通，大家一定觉得神通很神奇，然后就他很向往那个东西，就不是要追求开悟变成这样。那所以就禁止弟子去显露神通，只谈正法。所以是也不建议其他人求神通这些。不建议。它只是一个附属品，就有点像手机一定里面附带计算机的功能，那计算机不是主要的这样。对啊，那神通就有点像一种功能性这样，但是这种功能性其实是很粗浅、很薄弱的。那佛教以外其他的宗教或者修炼方式很多也可以开发神通，所以也为了区别说佛法跟其他的修行的方式并不一样，那所以也不会跟别人一样有神通这种内容在里面。唯一的就是如何开悟，如何跳出生死轮回，这才是最大的神通，不是在游戏里面能有什么功能。那这样我们干嘛还要教人开第三眼什么的？那这样就这些都不应该存在有些人是怎么想？不应该存在。我们不是佛教团体，所以我们并没有这个包袱。那第二是我们在分享的就是2个方向。如果你要登出游戏变成玩家，甚至回家，那有一个方向。那如果你要在游戏里面玩的尽兴，那有在游戏里面玩的一些方式。对啊，那些里面就会包含一些特殊技能，这些包括我们传导、开启契机这些都是朝那个方向去走的。就是佛教，它就是佛教，它就是会有它的初衷嘛。它有它的初衷，也有它的包袱，这样。对啊，就是他们就是为了要让人开悟解脱回家就当然是不建议，就是学佛的弟子又追求神通什么，那就不用学佛干嘛学佛？对啊，学佛是为了什么？对啊，都叫人不解释，你还在看那些神通显化出来的东西。对啊，那因为今天我们不是以佛教来。对啊，我们不是以一个佛教的身份来去聊这些事情，所以没有这个包袱。对啊，没有这个包袱啦。但是自己想开第三眼而去开，那也是不好的吗？还是对开悟解脱来说是不好的？他是说不要去显露神通让别人看到，而不是说自己不能开发出神通，他并没有这个限制。我们在入定的时候如果产生了一些神通，那产生的不能塞回去对不对？那有发出来塞回去。对啊，它已经显露了，它已经跑出来就跑出来了，你没办法去把它关掉，或者很多功能你没办法把它退回去。那所以这些不是说不能有，而是说不能去，因为他们佛教是要以度人嘛，度人开悟为原则。那一旦去显露出神通，大家就会执着那个神通，然后大师教我们神通，那就没有人要开悟，因为在这个世界里面神通毕竟还是比开悟更迷人。对啊，所以大家会想说，大师有神通，赶快教我神通，没有人要学开悟。也不是说不能学啦，不是说不能学。对啊，就是也是灵魂的选择
其实神通根本不是什么神通。对啊，这个慢慢等一下讲就会明白。好，前面就已经讲了，就是回答了这个问题。哎，佛陀说佛陀禁止弟子显露神通，那为什么又要讲第3年什么？哎，我们已经说了，好，回答完了。好，接下来我们后面会来聊聊有关神通，大家一般对神通的误解到底是什么？那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既然有神通，那不就可以用神通变化出一切所想要的东西吗？为什么不能用神通变出自己所想要的东西呢？那要看你的神通是怎么来的。如果我们是修行佛教的方式，像西藏藏传佛教密宗来说，它的修行方式很容易引发神通。那你如果有神通的来源是修持密宗的这些方式而来，那它会借助到很多有关于这些菩萨啊、龙天护法的力量来帮助你修行。那他帮助你修行，他不是要来帮助你满足自己的欲望的。那反倒是他们帮助你修行，然后你开发出神通，他是希望你去度人，去帮助更多的人来开悟，然后来领略生命的真谛。所以，当你借由这些方式开发出神通的时候，其实他们并不希望你去借由神通去满足自己。所以，如果你的神通的来源有一些很多的部分是来自于传统佛教或者藏密的这些修行方式而显发的，那发出来之后，你用这些去做一些满足自己的事，那这些护法啊等等，他们就会不开心。他们因为不是希望你拿来满足自己，而是希望你去帮助别人。对呀，那他还是会有一些框架存在。就变成他们帮助你获得神通，然后你却不是用来度人，那他们会有一些框架，会让他们觉得这样是不好的。那但是如果你是自己没有透过这些方式，是自己打坐或者自己领略，然后开发出来的能力，你当然可以用这些能力来做一些你自己想要的、喜欢的事情，那是可以的。那先问前面，就是靠佛教一些菩萨高龄啊，然后借助他们的力量，然后来提升自己灵性成长，然后获得神通。那如果是这个，那连那种我好想要吃一块蛋糕，但是我一定要用神通，也不行吗？其实是没有这么严格，在对于他们来说，他们只是希望你能够用神通去帮助别人去开悟，偶尔获得一块蛋糕啊，或者减少一些路程啊什么，这些其实都不会有任何的影响。但是你变很多钱出来，然后大吃大喝，然后每天喝得烂醉如泥，然后变这些东西出来，我有神通啊，我变一些酒池肉林什么哇，这个就。当然，换做我是菩萨，我也会抓狂吧。我这么帮助你，结果你不帮人，你偶尔变自己好玩的就算了，你还这么大肆的去满足自己的欲望，去变这些，那这样子应该就不会是一个 OK 的。那他们会怎么样啊？会怎么样啊？可能会稍微惩罚你一下之类的。真的？对呀，至于会怎么一种方式，这个就不一定了。这种情况用神通，结果不是帮人，然后就来享受一堆钱，然后酒池肉林什么，那算魔吗？那算走火，那算是魔了，就是你的心魔已经发作了，就是你明明修持佛法，然后而且你领略到生命的一些真相，所以你才能够显发一些神通。那显发之后，你不是更往内在走，而是更物质化，又回去这个物质世界，然后用那些能力去进入物质界，这样子等于是本末倒置了。就是你原本是应该更开放、更开阔，然后结果是更沉沦，那这个就是算是着魔了。但是你说神通就其实就是显化，显化就是神通。那你又说，大家不一定要用神通啊，用显化就好了。那这是什么意思？怎么回事啊？不是两个都一样？显化就是神通，神通就是显化。显化是神通，神通是显化，这个是一个。就是事实就是这样，但是表面上看起来会长得不一样。神通是神通，显化是显化。其实我们对于神通的定义就是，我们觉得它是一件神奇的事，我们才会觉得是神通。对啊。如果我们觉得是很平常的事，它对我们来说就不是神通。对啊。如果我们生下就能用眼睛移动杯子，那我们一定不可能认为这是神通。我们原本就这样啊，我们还觉得说没有这样能力的是很奇怪的，就为什么你不行神通就是大家觉得不可能，自己觉得不可能的事才叫神通嘛。又有人就说不要求神通，你不要有神通，你不能有那些超能力，你这样是走火入魔。但是如果反过来想，有些人天生就是会有办法用意念移动杯子嘛，他可能就觉得这很正常啊。但是如果这个人跟
那个不喜欢神通的人说，哎，我跟你说哦，我可以移动杯子哦，然后那个人可能就会，因为他觉得太不可思议了，他就觉得这是神通，而且就觉得那个人很恐怖，就你怎么会有神通？我告诉你，你走火入魔了！你怎么可以用意念移动杯子？你这个是神通，你这个你不能这样子，你是魔，你是魔。所以对，这就是一般人误会神通的意思了，对啊，对啊，有些人就说不要说神通，不要，那神通是什么？就是你认知无法接受的事情，这样没错啊，对啊。我们原本就一直在讲说信念显化系统，那你显化出一套有神通的系统，然后这个就是从信念而来。那信念是什么？就是你相信会这样子，你100%相信可以这样，所以你就显化出这样的系统。那就代表说你100%相信自己原本就可以做到这样，那你不会认为那是神通，那就很平常的事情。那刚刚我们有讲说，我们在修持佛教的一些方式的时候，特别容易显露神通。那在那些方式里面，它就跟这个稍微有一点不同的是，你还没有达到100%相信，但是你跑出了一些功能来。对。那你自己也会认为那是神通，因为你觉得这是神奇的啊，我借由佛菩萨的能力啊，做到了这样的一个东西。那些力量就其实不是完全是靠我们自己去显化出来的，我们不是用自己100%相信而达成的一个功能。那些功能，但是我们对佛菩萨100%相信，所以我们借由佛法的一些修行，我们会100%的相信佛菩萨能够赐给我很强大的力量，让我能具有一些特别的能力。那这种相信让我产生的能力，那我就会觉得说，这是神通。那我对佛菩萨100%相信，但是我对这个能力反而不是100%相信是我自己的，可能有50%相信是自己的，那有50%相信是佛菩萨给我的。那这个就变层次就跟之前讲的那个不同。虽然你都有神通，那但是这个是借由外面来的力量。会有一些这样的一个成分在，那当然你既然相信会借由外面来的力量，你一定会受到某种外面来的框架所约束，这也是正常的。那这个就不同，这个你是自己觉得，我就是可以啊，就像一个人，我觉得我可以跳起来，可以跳1公尺，那这个会觉得很平常，因为没有什么啊，就本来就这样啊。对啊。但是对于一只小狗来说，可能跳1公尺，它觉得很高啊。对啊，这个就是你认知的问题，你自己信念是不是能达到那边？其实对于一般情况来说，没有神通的存在，就是你没有办法100%相信，其实你是达不到、做不到的。对啊，所以啊，其实不管是显化还是神通，其实全部都是显化啦。信念显化一切。只是说一个你是觉得啊，很合乎常理、很正常的，就例如说啊，你显化想要有1亿好了，那你可能花了1年的时间，然后有过程，然后慢慢哇赚到钱，哇赚了1亿，这样，那这个就是很正常啊，自己赚来的啊，我还有过程，我还去做什么？另一个显化就是不可思议的，那叫神通，就是啊，我想要显化1亿，然后结果隔天睡起来，哇，有1亿了，在我的户头，对啊，那就是神通。因为你自己都觉得哇，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那你不是说，如果你信念够强大，你也可以就是睡觉，就是什么新亚特兰提斯，或是1亿有1亿，那那就是神通了。但是你不会觉得是神通啊，因为你觉得理所当然，对啊，你才会显化出来。你没有真的相信，你也显化不出来。你真的相信，你就会觉得理所当然，本来就这样啊，这有什么神奇的？你不会觉得那是神奇的。所以其实对于我们自己来说，真的没有所谓的神通这回事。你自己都相信本来就这样，所以它本来就这样。那这样其实自己不会觉得很神奇。我们总是希望得到一些自己觉得很神奇的事，其实得不到，得不到，对啊。当你觉得100%相信就是这样而已啊，很正常。你觉得很正常的事情，你不会觉得很惊讶、很开心、很舒服、很爽，都不会。其实你会觉得很正常。那其实这样可能就失去了那个神通的喜悦，就是你觉得不就很正常吗？就这样而已啊。我本来就有这样子啊。就像我们有一些观众，他常常有观众跟我们分享说，他很容易就灵魂出窍啊，又去哪里，好玩。然后他觉得好正常啊，反正我生下来就这样。那但是对某一些观众来说，哇，很积极努力的练习灵魂出窍，然后都没办法出窍。那有的观众，好不容易出窍一次，哇，好棒啊，好赞啊，然后他就觉得很开心、很兴奋，因为那对他来说就像神通一样啊，他第一次享受到神通的乐趣，哇，真的太棒了。但是如果你生下来就这样，你哪里会觉得有什么特别的？不会啊。像我每次灵魂出窍都好开心，我是因为不会觉得不可能，所以我才能出窍吧。
对呀、对啊所以就是相信了自己已经有这种可能性。那所以呀、如果是完全没有接受到宗教的帮助，一些高龄菩萨的帮助，完全就是靠自己的力量，然后开发神通什么，就可以用这些神通变出自己所想要的人事物吗？当然可以啊，那就等于是显化。就是变出那些觉得很惊讶、不可思议的事情，不是那种一般显化，我就是要变出1亿那些的。可是你如果觉得变出1亿是不平常的，你很难变出那个1亿。我的意思就是我就可以变，我有神通，我要变出我觉得很棒的事情，就是很庞大的数字，可能1亿或是100亿。所以你相信你能变出这些钱，你就变得出来。那你既然100%相信，你其实不会那么觉得说，很厉害或者很不可思议。对啊，就是相信变得出来，但是我就觉得哇，好爽哦，很庞大。对啊，你会觉得开心是没有问题的，就是你不会觉得很不可思议。我靠，我自己怎么会变出这么厉害的事情？就不会，就是不太会有那种哇，我不可能，不会有那种不可能。那像可以用神通瞬间移动到别的地方吗？可以啊，你用灵魂出窍就可以了，很快。灵魂出窍。对呀。那就不是神通啊。灵魂出窍本身也是一种神通，也是一种神通。对，其实它算是神足通的一种，就是你可以移动到你想移动的地方，去看到你想看到的景物，这样。就是跟这个世界的眼耳鼻舌身意是一模一样的吗？触感是一样的，触感都是一样的。全部都一样吗？还是有一些是连灵魂出窍的，还是没有办法到达的？灵魂出窍一开始我们的触感会无法显现，就是我们可能会穿过墙壁或者手穿过石头，我们要摸一块石头。我第一次灵魂出窍的时候，我想从房间出去，不是，但是然后它门是关的嘛，然后我想要出去，想要穿过去，但给我卡在那边，没办法出去啊，然后就感觉硬硬的，怎么都没办法出去。这个，因为你相信那个是门会挡住，其实。在灵魂出窍状态，就是我们相信什么，它就会是什么。我相信可以穿过它，就可以穿过。那我们相信，我们去碰触它的时候有触感，还是可以有触感。对啊。对啊。那这个你说是灵魂出窍，但是我说的是更直接，更直接也可以这么说，就是不是灵魂出窍，不是我睡觉或打坐灵魂出窍，那很简单啊。我说的是身体直接瞬间移动。肉体。肉体，其实肉体对我们来说只是一种信念。其实肉体跟梦中的身体其实是一样。我们梦中以为自己是肉体，我们现在以为是肉体。那如果现在我们以为的不是肉体，而是以为我们是梦中的身体，那它就会具有梦中身体具有的作用。那我们就可以在现实世界使用像灵魂出窍的能力，那其实就可以移动了。那只是说在现实世界中。有一些，它也不是限制，就是说，当别人他的信念没有办法超过这个范围的时候，他是看不到你使用这些功能的，就是你即使用了，他也看不到这样，因为他不相信有这回事。除非他开放到是可以接收的为止。那如果说我现在在家里，而我妈妈就在我旁边呢，然后我用神通瞬间移动到美国，那我妈看到的又是什么？那些美国的路人又看到的是什么？你妈妈可能就认为你本来就不在那里，她不会认为你在那里。可是我在她旁边啊。但是你已经移动到别的地方了。就是在她旁边瞬间移动到别的地方，我还跟她说：“妈，我要去美国了，拜拜。”她可以专注在她的事情，然后看不到你在做什么，没有感受到你在做什么，她会忽视。就是我刻意在她面前，然后去美国。这个刻意没有用的，因为那刻意是你的信念，在她的信念系统里面。并没有这件事，没有你刻意显露神通这件事，因为他不会认为你是具有神通的，所以他根本看不到你有神通，所以他要么就认为你一直还在那里，然后他做别的事，他感觉你就在旁边，然后要么他就认为你原本就不在那里，所以这件事对他来说根本不存在，就是你要么就还一直在那里，他认为是这样，要么就是他认为你原本就不在那里。那你到了美国之后，美国路人你忽然出现在那个街道上，那些人会看到什么？他们就是觉得就忽然有个人从他旁边走过去，就只是这样，可能擦肩而过，就觉得你是从前面来没注意到你，现在你在旁边擦肩而过，感觉到的只是这样，他不会觉得有个人突然出现这样，不会啊。那如果信念系统已经开放到觉得人是可以瞬间移动的，相信这个的人就可能看得到。
那可能他自己也可以移动了。所以自己能移动的人，他也看到了别人可以移动。也不一定吧，有相信别人可以移动，但自己不能移动的。相信别人移动自己不能移动的人，有说过？这会有，但是就蛮可惜的，他已经几乎具备了自己可以移动的条件。你之前有说一个故事啊，就刮牛壳的故事。没错啊，神通基本上是一个不存在的东西啦，就是你自己如果认为那是神通，那就代表说那它对你来说是神奇的事，神奇的事你自己其实不容易达到，除非你自己认为很正常。所以我从美国又变回来，瞬间移动回来，我妈还是看不到我。你妈可能就觉得说，你刚走过来，怎么有一阵风飘来？你哪时候来的？我怎么不知道？她只是觉得是很正常。你刚刚可能就在别的地方走过来，然后没有注意到你。我们就是用我们的信念去看待世界，所以他看你就会用他的信念去看待你，他就认为说平常会怎么发生的就怎么发生，他不会去感觉到那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除非他已经开始注意到，你。好像不太一样。你最近学一些很特别的东西，你是不是有什么改变？那他开始对你有不同看法的时候，这时候才有办法稍微松动，就不然他认为你就是原来你，其实他看到就是原来的你，不会有什么特殊的变化。那你确定就是靠自身的力量，都完全是靠自身的力量吗？就是靠自身力量，然后开发神通，我就可以，要变好几亿就可以变，要变什么就变什么，那都不会有什么恶业啊，或是反面的结果啊。恶业反面的结果不会啊，不会有。就是他是以小我啊，自己满足自己的欲望啊，有这么好康的事吗？我想要在这世界用神通变出好几亿，那就可以变。曾经有一个我们的观众他说了一个很有智慧的话，他说菩萨在变化一个很大的事情，比如说创造一个世界，其实跟他变出100块钱其实是一样的，就是因为他不会觉得哪个是大的事情，哪个是小的事情，他在信念里面没有被这个困住。那我们如果觉得我们显化100亿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其实就不太容易显化出这个。才100亿而已啦。没错啊，一定是这样，就是这个事情在在宇宙里面，我们之前其实有讲过，你显化出一个鸡腿便当，一个鸡腿饭，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那细节多么丰富。其实这么困难的事情，我们显化出来，跟显化一堆钱出来，其实使用的信念并没有两样，只是我们自己会区分。他说，哇，100亿超夸张的鸡腿便当啊，太简单了。其实这个对于菩萨来讲是一模一样，就是他只是动用念头去显化一个现实，这并没有大小的分别。大小是我们信念上给他的，就我们认为大就大，认为小就小。我们认为很夸张的事，那对于我们来说就不容易达到。但是我们没有这个信念的时候，其实显化100块跟100亿其实是一模一样的，动用的能量一样，完全一样，不会有什么不同。哇，这个影片其实不小心在教大家在使用大神通这样。这个真的是可以扩展人的那个，应该会让很多人扩展他的格局。但是我相信能看到这里的观众也不会，我不知道多不多。格局也不会太小，不然也不会看我们的这种影片。其实那种就是可能一般人就对这些灵性没兴趣的，尤其是看到标题，他原本认知就是他对于灵性什么神通第三眼这些，可能他听来一些错误引导的讯息，就说神通不好，神通怎样，然后就是有一些信念。那他可能如果看到神通这个标题，他就觉得这一定又是什么邪教，这一定又是什么怪力乱神，然后他自然就不会点开这部影片，然后就算朋友介绍给他看那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的，所以就是能看到，我觉得能看到这部影片，老实说，我是觉得蛮幸运的，就是自己显化的啦，自己显化的。有些人就是看不到，有些人就是看到了，扩展你的格局。有一句话叫“格局决定结局”。但是其实我们是。就非常希望大家都能知道这些讯息的啦，能让人扩展他的格局。但是就是真的是缘分是有些人可能比较物质欲望的，就很想要在这个世界就是要赚钱你们这些人是太闲是不是？整天在那边什么灵性神通第三眼，这些都是怪力乱神怎样怎样。但其实这些人都不知道。没错智慧。的你虽然对你要赚钱，但是你的格局就在100万好多1000万好多1亿好多。
佛法讲说万法唯心造，那万法既然都是唯心造的，就所有现象都是心所创造的，那心到底可以创造什么？什么都可以创造，万法都可以创造，100亿算什么？就不是什么大事了。万法都可以创造，就是所有现象都是我们心可以创造的。那其实什么100亿、1000亿，对于真的要显化那个数量的人来说，其实不是一个达不到的，它只是一个动用同样的能力。你创造鸡腿饭跟创造100亿，其实并没有什么很大的差别啊。可能我们分享的这些讯息内容啊，也是要给能看的、该看的人看，就是能真正领悟这些讯息的，然后让他受益的。有看到的观众，我觉得可能应该都是善良正面的吧，才会能看到这些，就是比较有智慧啦，所以他才能接受这份礼物，就是偏偏是那些很比较聪明，然后很计算啊的那些人，反而就不会看我们这种影片啦，就是我要怎么赚钱，1亿很多，那我要怎么投资，我要怎么操控，怎么计算的呢？就当然就不会看这什么什么神通什么，怪力乱神啊！赚钱最实在啦！你们这些人不赚钱啊，穷死了，穷光蛋啊！那像我有1亿多，我已经赚到1亿多了，我是人生胜利组。1亿算什么？对呀，他觉得很多，那当然就对他来说很多。其实我有遇过。真的有遇过啊，就是说他对这些灵性啊什么的都没兴趣啊，就觉得这些好好笑，这些是什么就是这根本就是跟他没有办法比较啊。他是一个有钱人，他有1亿多、2亿多、3亿多，好给他10亿好了，10亿你们这些人都在干嘛？就是这样的。其实也不是说那个钱就是谁钱多谁就厉害什么，就是你能把这些看得多轻松，因为很多人喜欢比较嘛，我有1亿，我就比那些，比你们这些人还要厉害，还要有钱这样，那有人有2亿啊，那有人有10亿，有人有100亿、300亿、500亿、1兆，那难道就是上面的都要看不起那些下面的吗？就是有1兆的看不起你只有500亿，有500亿的看不起只有100亿，对啊，就是对啊，因为他们不知道，其实他显化100亿，那跟另外一个人显化了一个鸡腿饭，其实他们是同样厉害的。对啊。对啊，不知道其实大家是在一个平等状态下，你显化出一个苹果，跟你显化出一堆钱，其实是一样厉害的，没有谁比较高深，比较厉害，没有差别啊。所以就是因为不知道这个道理，就觉得说，有所差别，有什么不同？其实，在梦境里面，大家能显化的能力几乎是一样的，对啊，没有不同啊。你显化出一个苹果，跟显化出一些钞票，那是一样的。所以我在想如果观众有这种经验，就是可能曾经被看不起过，就被可能有钱人看不起。所谓的有钱人，例如可能有些人觉得有1000万就是有钱人，然后你可能遇过一个有1000万的有钱人跟你说，你到现在我才赚多少？你存多少钱啊？是哦，你加油啦！我现在我才赚1-2年，我就赚到1000万，你怎么现在还在这里？你真的是你真的这样子不行啦，好好加油啦！像你这副德性我看你赚10年都赚不到100万吧，就是，然后你就很火大怎么这样子瞧不起人然后就很生气，想要就是让他跌破眼镜，就是8点档的剧情这种。所以大家可以记得，你的格局是比这些人还要大1亿倍、1兆倍、好几兆倍的，对啊。1000万到底算什么？5000万到底有多少？很多吗？1亿，然后呢，10亿，所以嘞，100亿就这样吗？500亿、1兆这些东西其实都很渺小。我们现在大家在显化地球扬升，是很大的一件事。地球扬升多美好整个地球都扬升。对啊，对啊，而不是显化一点点钱出来。对啊，你显化一点钱，你死我也带不走。老话一句，对啊。所以这集除了讲神通，还帮大家扩展那个格局啦。对啊，格局大一点，就不会有人在瞧不起别人这样。你赚多少钱啊？因为你显化几个鸡腿便当？你显化几个鸡腿便当？我显化2个，哇！我显化2个鸡腿便当，还有2杯西瓜汁，哇，好强哇，好厉害！这个可以多多鼓励啦。对呀。因为一般人反而那种显化那种小东西更应该觉得哇自己好厉害啊。对啊，没错啊。对啊，这就是一般人就不会去
做到的事情。像我们的频道啊，就常常鼓励人家，然后跟大家分享说，如何扩展自己的能力，如何让自己的意识更加扩展提升，探究自己的内在，探究自己的内在，深入自己的内在。比较少去讲说如何连接别人的能力，然后来让我们自己产生一些功能。我们都是讲如何开发自己，让自己更扩展。那这样会不会就是因为你说借由佛教什么高龄菩萨的能力，所以有神通，然后什么酒池肉林，这些高龄菩萨就会很不开心？那如果是自己的力量，然后酒池肉林呢？不是，就它有什么意义？就是显化这些到底有什么意义？就变成没有意义啦。我们其实想要的是一个感觉，是一个我们得到一件事情之后的那个感觉。那如果我们很能显化一些东西，那我们直接可以显化出我们想要的。我们内在，我们应该搞清楚内在到底真正想要什么，然后去显化它。就有人就说酒池肉林啊，我就是很享受这种感觉。那就会沉迷在只能显化这些东西上面了。那这种也是走火入魔吗？当然算是一种走火入魔的界限到底在哪？神通显化酒池肉林就是走火入魔啊？那难道显化一个蛋糕就不是吗？不是，当然蛋糕跟酒池肉林没有什么分别啊，它同样是一个信念，一个显化出来的状态。我们说显化鸡腿便当跟100亿其实是同样的东西，那显化蛋糕跟显化酒池肉林当然是一样的东西。问题是酒池肉林对我们并不会有任何的好处，蛋糕反而搞不好吃了。不会啊，就是有好处所以才显化，就是开心嘛。那如果是这样，那我直接显化我很开心。或许就不需要任何的东西了。那喝酒伤身，那酒池肉林对自己其实绝对不会有好处啊。不是啊，我说走火入魔的定义到底是什么？什么叫走火入魔？你说显化酒池肉林就是走火入魔？当然是走火入魔啊！显化这个就越来越物质化啊！我们心灵原本是因为扩展而得到能力，却用能力来限制自己，沉迷于物质世界，又缩回去了。那当然方向就偏了。我们应该越来越扩展。我们如果要显化，也显化说啊，我能够飞到各个不同的世界去看开阔的世界，然后能够感受到更开阔的宇宙。那这才是真正使用这些力量的真正能达到好处的地方，而不是让自己又沉回这个物质世界，然后越来越紧缩，这样，那就是走火入魔啊。那只有高振动频率的人才能有神通吗？信念越开阔的人才能有神通，信念越开阔的人，他的振动频率很自然就会提高。那不对啊，那像有一些低频的存在，它也有一些什么魔法神通。那是因为他就是不在身体里面，然后所以没有身体的束缚，他有一些能力。就本来具有的能力就跑出来，看起来那只是一些很基本的神通，就像鬼有鬼通，然后其实鬼的鬼通是来自于他没有受困于物质身体，然后有一些功能会显现这样。那我们灵魂出窍的时候，我们也有一些功能跑出来，但是我们就是平常受限于物质身体，会有一些功能被限制住这样。不是他们有什么很大的能力啊。就其实越物质化，就越体会不到物质以外的能量嘛。没有错啊。但是你说用神通显化那些酒池肉林很物质的东西，那不就是用精神能量、物质以外的能量去显化物质吗？那它这个方向啊就反了，就是你越来越沉迷于物质，你的精神力量就越来越小，那你就越来越显化不出你要的那些东西。你一开始是因为你扩展了你的意识，然后精神更开阔，然后能显化出物质。然后你显化出物质又去享受它，然后你这时候就让你的显化能力就变低了，然后你自己不知道又去显化，奇怪我怎么越来越显化不出来，然后就到时候连显化都显化不出来，然后却又很在乎那些物质的享受，这时候就惨了，就变束手无策，然后就卡在那里，就卡在那，对。这个就走火入魔就是这样。今天其实已经长出一些秘密来，如果听得懂的人，会使用的人，相信会有很大的进展，这就看大家的悟性跟缘分这样。对啊，我们就真的很希望这些讯息是可以分享给大家，大家可以受益的。对啊，我们不求什么啊，人数要多少多少，我们看到的不是人数，我们看到的是哇，这么多人接收到这些这么让意识扩展的讯息，哇，我们好开心哦。对，我们不是 YouTuber， 不是看到人数哇，好多人。那所以自然也希望大家是。看我们的影片是有受益的，真的有自己有智慧，自己有悟性，然后领略到这些因为这些影片或多或少每个人能理解不同，但是多少都能种下一颗种子，未来那些种子发芽了，他们会用他们自身的光爱，然后又去影响这个世界。所以我们是
非常开心的。但开心绝对不是什么啊，我们好有人气，我们是网红，我们真的没有要当这些的。但是我们是真心希望这些很棒的讯息能分享给这个世界。对啊，对，是我希望啦，我就希望这些。这讯息能够分享给世界，所以我就把墨子给拖出来，因为我自己没办法讲这些讲这么清楚，那墨子讲就是最清楚的，所以我就把他拖出来。不然他其实也没有，其实我们就只是跟大家聊天的朋友，就这样，就是分享嘛，就这样。可能我就遇到看不懂的人会以为啊，我现在在当一个 YouTuber 网红啊，只是说我们做的还蛮像 YouTuber 的。也不太像嘛，也不太像，对啊，就是还做封面啊、对那些啦，对啊，还有什么片头片尾，就想说这样比较美啦，对呀，就是这样很棒啊。我们不会把自己定义为网红什么的啦，因为我们知道这些讯息，现在2个月啊只有6000人嘛，看起来还好，现在网红可能都10几万的，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分享的这些讯息是在未来会很多人受益的，就是这些讯息不会只有6000人看，它会越来越多，一定会越来越多。我们知道是这样的，就是注定就是可能破100万都有可能的啦。所以在这边先跟各位说，就是我们不是要来当网红什么的，但是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啦。就有些人就喜欢当小粉丝，很可爱这样，就说哦我是你们的粉丝，那也可以啦。但是其实我们跟大家都是一样的，都是好朋友哦。我们都是一样的嘛，对啊，不用太严肃这样。哦，墨子，我跟你拍照先，不用拍签名，对，就是先说一下这样子，就我们其实就是希望就是分享完就静静的，可能去美丽的地方度过2人的时光这样子。我们也想总有一天我们也会露脸啊。总有一天也会露脸，那就没办法。但是就是对啊，就希望大家可以知道，我们不是网红，也不是什么名人，就是对，我们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就是这样。OK， 好，拜拜。拜拜。